你是否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？一位师傅若有所思地敲了徒弟3下，徒弟心领神会，半夜3更悄悄来到了师傅的房间，获得了从不轻传的秘籍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《西游记》中菩提老祖在孙悟空的头上敲打了3下，然后半夜给悟空传授长生不老之法的故事吗？但实际上，《西游记》这段内容的灵感源头其实来自于禅宗六祖慧能的生平故事，而让慧能最终大彻大悟的就是《金刚经》中的这8个字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菩提无树，径非台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今天会聊聊3个禅门故事。1. 六祖慧能因此句而开悟。2. 一位老禅师忽视此句，险些再踏轮回。3. 还有一位唐朝高僧依据此句让心绪遨游天地。说起《金刚经》，里面的金句实在是太多，最难解的一句大概是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当然了，你可能会有别的候选，最震撼的一句可能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当然了，你也可能会有别的候选，最安心的一句或许是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。同样，你还可能会有别的候选。然而，如果想用一句话来凝练《金刚经》，诸多学者和大德都会直指这一句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简简单单的8个字，最能让饱学者震撼，可也会让初学者疑惑，此为何意？我们尝试来解释一下。上半句因无所住，住是什么？是挂碍，是停留，是执着。因无所住，便是不应该被世俗的物质和现象所迷惑，更不应该对它们产生依赖。下半句而生其心，当我们从这种迷失中解脱出来，便可以生出一颗清净平等之心，更清晰地洞察真相，让内心获得平静。这句话作为《金刚经》的文言，深刻地告诫了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变成一面干干净净的镜子，事物来了就显现，事物去了不留痕。想要更好地理解，那就展开我们的故事。第1个故事，禅宗六祖慧能因此句而大彻大悟。当慧能还是一个身处古代岭南且目不识丁的樵夫的时候，有那么一天，他在街边卖柴，听到有人在诵读《金刚经》，听到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头如同惊雷炸响，刹那间豁然开朗，当下决定北上求法。在禅宗五祖弘忍门下艰苦舂米8个月，后来就发生了那场震古烁今的禅门公案。当神采飞扬的大弟子神秀做出了那首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，而此时也如同尘埃一般的慧能
根据心中顿悟，却做出了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这样的千古名句。这首偈子就已经暗含了让他开悟的那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干干净净，你服侍的那些正是你心有所住才会沾染上的不洁。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个三更传法的故事。无主弘忍看到慧能所写下的偈子，默不作声，后来去对房找到正在舂米的慧能，以杖击三下而去。慧能三更时分去找师父，长夜漫漫，弘忍为慧能详解了《金刚经》，尤其深入阐释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奥义。慧能最终大彻大悟。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明代的金碧峰禅师，险些再踏轮回。传说他修行极高，但此生尘缘已尽，大限将至，阎罗派了2个小鬼来拘他。可当来到禅师处，他已经心无旁骛，入定极深，只见一片无量光明，却不见禅师身影。小鬼们毫无办法，却在恍惚中看到一丝微弱的黑影，笼罩着一个紫金钵盂。原来金碧峰禅师已毫无牵挂，但对朱元璋赐下的这件宝物仍存有一丝不舍。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执念，给了小鬼们可乘之机，顺着黑影锁住了他。金碧峰禅师当下大悟，毫不犹豫地把紫金钵盂摔得粉碎，还念诵了一句：若人欲拿金碧峰，除非铁链锁虚空，虚空若能锁得住，再来拿我金碧峰，从此再也寻不见。这个故事十分玄妙，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发。只要我们的内心中还有一丝一毫的执着于贪爱，都是将我们束缚的那根锁链。第3个故事是唐代的南阳慧宗禅师将心绪遨游天地的故事。传说唐肃宗时代，西域来了个野狐精，自称3丈法师，可以测知他人心中所想。唐肃宗请慧宗禅师过来验证。禅师入定后问野狐精：你看老僧在何处？第一次答：和尚啊，何去西川看净度？就是在长江上游看赛船。那你再看看。第2次答：和尚啊，往天津桥看弄猢狲。这个天津桥是东都洛阳的一座大桥。禅师在瞬间又回到了中原都城，在桥上看耍猴。那你再看看。野狐精第3次再看，就茫茫然再也找不到了。旁人评价，前2次禅师是故意起生心，第3次进入到了无助，心念不动。这第3个故事就更玄妙了。我们暂且不去探讨其中的史实，只想想其中的象征意味。心若起念，则世界牵动；心若不住，则天地不循。那让我们回到经典，看看《金刚经》描写的佛陀何须不提，又是如何对话的呢？法无可得，心何安？故事讲完了，让我们回到经典本身。《金刚经》的第10品庄严净土分，
佛陀引导须菩提发现了神奇的真相。也就是说，无数岁月之前，佛陀在燃灯佛处其实并没有获得任何成佛妙法。这一论断是如此的惊骇，但其实就是一种深刻的破除法执。同样也并不存在什么庄严佛土，这同样是破除法执的表达。若执着某个清净世界，其实就已经偏离清净。接着生出这样的清净心之后，就不会被眼所看到的、耳所听到的、鼻所闻到的、舌所尝到的、身所触到的、心所想到的种种的虚假所迷惑，最终给出8个字的终极答案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有6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所接触到的是6尘，色声香味触法。这些是真实的吗？是，也不是。现代科学告诉我们，眼睛能看到的可见光波段只是窄窄的一小段，耳朵能听到的声波频率也只是短短的一小节，嗅觉、味觉、触觉极其粗糙，大脑也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操控。更何况人类还无法获知信鸽赖以回家的磁场线，蚂蚁赖以交流的信息素。我们以为很真实的世界，只是低信息度下的翻译结果。在这场模拟游戏中，我们又何必把一切当真，心有所住呢？与之对照的是1000年之后王阳明说，心无外物，一切的纷纷扰扰不过是内心的战争。佛学的回响在心学这里产生了共鸣。那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在生活中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？让我们接着聊。红尘中的炼心。其实生活里的诸多烦恼，有不少都来自于有所住。就像那个夷陵盗斧的寓言，有人怀疑邻居偷了自己的斧头，看邻居走起路来就像个贼，看邻居聊起天来也像个贼。等到他在谷堆中找回了斧头，再看邻居还是那样走路，还是那样聊天，但再也不像贼了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这份怀疑有所住，才让发心扭曲了。想想我们自己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几十年前的初糗经历，会莫名其妙地在深夜里响起，让我们一直耿耿于怀。即便我们明白，所有的旁观者早已将此忘记了，可就是让这段回忆有所住，才成为了心里永久的伤疤。几天前的新闻，有位35岁的男子，因为朋友圈无人点赞，竟然逐渐患上了抑郁症。这当然是极端的案例，但让我们想想看，一个虚拟的小小的根本不会跳动的红心，是不是把我们真正的那颗心给绑架了呢？那么在生活中，如何实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？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，但我在这里提出3个方法和大家交流。第一个方法，抽离，也就是把自己拉出来。当代心理学大师乔丹·彼得森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建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遇到烦恼的时候，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，
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观察，像是在看电影中的演员，或是在玩游戏中的 NPC， 有时候可以瞬间降低情绪焦虑。其实这就是佛学所说的无所住，只不过是换了一种通俗的语言。第二个方法，专注，就是让自己全神贯注。意大利指挥家阿图罗·托斯卡尼尼是永远的完美主义者。在他80岁的时候，儿子问他：您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他的回答是：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最重要的，无论是剥一个橘子，还是指挥一个交响乐团。禅宗当然也说过呀，没有开悟之前，砍柴想着挑水，挑水想着砍柴，终于几十年后开悟了，砍柴就是砍柴，挑水就是挑水。第三个方法，顺其自然，与烦恼共存。因为有很多时候，烦恼就是客观存在的，它就像套在脚上的塑料袋，跟着你甩不掉。而顺其自然正是森田疗法的核心。创始人森田正马将心理学和东方的禅学相结合，提出了无论是烦恼还是焦虑，都不要去强行对抗和消除。一方面要承认它们的存在，另外一方面又不要被它们所动，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，会自然飘过来，也会自然消散。这些是否会帮助大家？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？从无住到升起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是让我们逃避红尘，而是让我们不再被红尘牵绊。这8个字曾经帮助六祖慧能顿悟，也同样会给我们当下的现代人提供生活的解药。佛学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能放下多少。因无所住，不是清空一切，更不是藐视一切，而是不会被一切牵挂，不因一切而执着。在此之后，而生其心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发心、慈悲心、智慧心、利他心，也就是众生所需要的心，当然也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心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